这个王映雪自认聪明，所以我必须要比她多算一步。这龟甲师兄事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魏廷真起疑心就好。魏廷真本就心存疑虑，四小姐一反常态的去示好，她肯定要一查到底。所以一查到底，查的是什么？那就得靠你们姐妹帮我演一出戏了。什么？不孕？可不是嘛！那天我按照您的吩咐去找窦昭身边伺候的问个明白，几杯黄汤下肚，全抖出来了。上次见你们小姐脸色甚是难看，国公夫人让我给你们小姐准备了些补品。补品不知喝了多少，就是不管用。哎呦，难怪姑娘身上一股子药味儿。我天天在厨房熬药，都快腌入味儿了。这么重的药味儿，你们家小姐这是得了什么病啊？不就是那……嬷嬷别怪，我妹妹酒喝多了说胡话。我家四小姐得的不是什么大病，那药是给我煎的。一听就是在撒谎，这谁信呢？奴婢费了老大的劲儿，跟到了5更时分，才见那俩贴身丫头把一个白色纱布包裹之物埋在了树下，拿了回来问了问懂药材的，都说药量重，定是用在缺阴少阳、绝难生育的女子身上。夫人呐，您是没见着啊，那树都让烧黄秃了。难怪一个鬼鬼祟祟，一个性情大变，原来早就知道窦昭不孕，怕她嫁不出去，想赖给我们魏家。这王映雪连鬼神都不敬。让文房给窦家回个帖，这3书6礼的就先停一停。既然窦昭病了，那这婚期自当从长计议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家拖不起。夫人息怒，这个魏廷真到底在搞什么把戏？把手伸出来。那窦昭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不怪姐姐，是我动了不该有的念头。真是个没有的东西！那济宁侯府的石凤都预知到10年后了，10处之业有9处都是赔钱的。以他魏廷瑜的本事，下辈子能还得完吗？我让窦昭嫁过去，是为了给魏廷真吸血刁难去的。他景国公府每个月都有被打残的婢女送出来，你当是假的吗？定是那姓魏的好色勾引，咱明姐儿养在深闺当中，识人少，这才被哄骗的。吴小姐，快认个错呀！女儿知错了。你是心里真的知道错了，还是被我给打疼了？娘，其实我跟侯爷……我再送你4个字：绝无可能。娘，七爷一向是在乎小姐的，关键还是得看五爷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眼下是魏家不愿意了，武伯父应该照旧会装会醉的，只是可怜了窦明。王映雪发现了他和魏廷瑜的事儿，估计要重罚他呢。只需供上几座苏山，本大仙自会替你消灾避险。季建明，你少装神弄鬼了！你怎么来京城了？这马市一开啊，那些愚蠢巴结之人，如迎逐臭般全冲了上去，我自然是不会说好话的，所以便被庆王打发回京来述职了。何首乌熟地黄，这是专门给女人治不孕的方子。你要假称不孕？做戏要做全套，把这些药渣倒出去，也好给魏廷真下决心啊。难怪戚伯父路上说这婚事又拖了，只是何必这么麻烦呢？如若你想拒婚，随时随地和我说，
我有的是速战速决的法子。本大仙呐，专斩烂桃花。这家宅之事不同于朝局，只求快，难免会牵连到旁人。而且魏家现在已经在找由头退婚了，你可千万别打什么歪主意，我不需要你帮忙的。我偏要帮。好，不愧是京城名角儿，好。殿下觉得如何？能博太子殿下与世子一乐，定是他莫大的福分了。没想到昔日玉面少将，如今却整日沉迷在这戏楼。殿下殊不知，自世子买下这广和楼啊，这戏曲便是每日不断。不知殿下爱看些什么？可千万不要跟奴家客气啊！成何体统！殿下，我这的旦角儿都是教养的，您别吓着他们。你尚在笑其满朝飞影，你这是在跟我摆什么迷魂阵？哼，圣上免笑夺情，我自然遵旨。再说了，忠君方为大孝。我知道你在这装作荒唐淫逸，实则是想让人忘了你的仇，你的恨。定国公的案子，若你想查，本宫或可助你。舅舅为海妃所害，陛下早有胜断。难道殿下有何疑问？那你爹设局害你一事，你也不管了吗？一家人哪有什么害不害？说破天去，他是爹，我是儿子，我能管得了什么？我能管的无非就是教场上那些二世祖、兵痞子，还有这方温柔天地。只可惜了你这一身本事啊！是该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宫中多有不便，臣去给殿下寻几个细柔养的暗处。你把本宫当做什么人了？云阳伯和锦玉公主那么看重你，真是瞎了眼了。殿下常来啊！世子此法甚是巧思啊！这京中大小官僚皆好听戏，咱们伪装成戏班，好藏匿踪迹，便于探听情报。世子与我们相会议事也方便。只是诸位舍下一身功夫，在此隐姓埋名，委屈各位兄弟了。世子言重了。太子为服试探，故意旧事重提，恐怕不是为了拉拢而已。世子，今日畅谈会招待负责官役的议程意外得到了新的线索。此人酒后言之凿凿，大帅进京之前曾经给世子的母亲写了封家书，因用的不是军役，所以便无人察觉。家变之后，我查过府中信件，并没有舅舅的信。这封信到了京城便不知所踪，就连那送信的游艺都找不到人影。这京城的议程，正是太子妃的表亲。臣人知会丞相，让他查，盯紧东宫上下，找一切机会
结交太子近臣，包括内眷。得令。30年陈的金银酒。上尉的意思是，定国公的那封家书，当真无碍啊？定国公和定国君都已经不在了，区区一封家书而已，又能掀起什么浪？不知道我那逆子又要发什么疯啊？难道母亲的死与舅舅有关？获罪、暗杀、病亡、加病，这些事连着砸来，既要抽丝剥茧靠细致，更要靠耐力。正如窦四小姐所说，我们还需细细筹谋。世子，外面有情况。在哪儿？魏兄这话真是笔触精到，琢磨巧妙，何等才华呀！建明兄，真是相见恨晚。你的话字字入我肺腑啊！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来。建明兄，我真是特别愁啊！提罪解千愁，魏兄，睡一觉，什么都会好的。来，这边。建明兄，你说。这俩人何是这般亲近呢？世子，刚看见窦家五小姐进了广和楼。董明。那间屋子就是。哦，谢谢。来人，给我拿碗水。明儿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明儿，你怎么会在此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季建明言之凿凿，说你有钥匙，我连忙换了丫鬟的衣裳赶过来，结果你一醉不醒，我想要一碗醒酒汤，发现门都被锁上了。你下流！不对啊，明明是季勇约我喝的酒，我虽然跟他聊起了你，但我并没让他请你啊。不行，我得找季勇说清楚。季勇，开门！我都试过了，
从外头锁死了，根本打不开。这，明儿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我魏廷玉虽然风流，可从不屑于施计用强，更何况你又是我心爱之人。可这样待上一夜，之后怎么都说不清楚了。明日会是谁来开门？后日这谣言会传成什么样子？我会被唾沫星子喷死的。姐姐、爹娘、外祖父都会受到牵连。我不如直接死了算了。明儿，不可！你为了我，不惜来此。你若惜名节，我陪你吞金而死。你别！你是千金之躯，何必为了我？明儿，我发过誓的，此生非你不娶。即便是父母之命将我们拆散，生来无缘做夫妻，碧落黄泉，我也不会撇下你一个人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这便是我们的父母之命。结发为誓，定不相负。现如今，我们连死都不怕，难道还怕面对自己的心吗？大功告成。又是你这个螳螂精，我哪儿惹你了？你这样做有考虑过窦昭的想法和处境吗？凡人之志，能见已然，不能见将然。我是在帮窦昭。哎，你都是我的错，要动我，你们要上当。侯爷，没事没事。陆明，把门关好了。是，别让人进出。好。佩锦，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？宋墨，佩锦已经解了金无畏的差事，你凭什么对他动手？姐，是我不好。管好你和你府上人的嘴。侯爷夜半迷路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我好心将他送回，对外只有这个说法。今夜之事，若传出去半个字，我上门来割你舌头。知道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这是……姐，我不能娶窦昭了，请姐允许我改娶窦明。王映雪，你这个毒妇，眼看着大女儿嫁不进来，就算计着让二女儿嫁，真是赖上我们魏家了。世子，他确实是一个用情不专、贪财好色之徒，不如来个顺水推舟。魏廷玉确实是个混账东西，但是他与窦昭还有婚约未结。倘若今日之事传出去，那这丑闻和耻笑是要伴随他一辈子的。吴家之事就是前车之鉴。可又把魏廷宇给放回去，窦四小姐岂不是还要跟他成婚？他敢！过几日要护送陛下去西山休养，我得想个法子。娘，我不想去，我不去寺庙。走，走，我不去。走啊！
行了，别闹了，先去寺庙里面住几日。旁人问起来，就说修行去了。广鹤楼的事情，全当没有发生过。娘，我和侯爷虽未破男女之防，但……住嘴！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我已经派人去了济宁侯府，去催魏家赶紧定日子。为了三家的周全，窦昭的婚事势在必行。娘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活得小心翼翼，凡事能忍着就忍着。唯有这回，我和侯爷已经结发为誓了。我也想像娘当年义无反顾嫁给爹爹那般，勇敢一回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？男人只有千辛万苦求来的才会珍惜。我当年脑瓜一热，嫁过来，剩下的只有冷漠。这些年的婚姻梳理，桩桩件件，你看得还不够清楚吗？你为何还要走娘的老路？娘，从小到大，你让我练字、学画、学规矩，真是这样更容易获得幸福吗？还是说这样能够嫁得高门，给娘脸上增光添彩啊？你说什么？娘让我绣了那么多山水图，送遍了整个京城，可你从来只会数落我绣出的差错，我永远都做得不够好。唯有这回，我有魏廷瑜，他能看到我手上的伤口，他会告诉我我很好，我不用再辛苦受累。我辛辛苦苦养育了你10几年，那魏廷瑜几句花言巧语就让你冲昏了头。我在最后告诉你一句，喜不喜欢只是一时的心意，都会淡的。这辈子唯一能护你周全的，就是男人的前途，还有钱。娘，求求你，我不想去，娘。等你姐姐嫁过去，你的梦就会醒了。带她进去。走啊，娘，明姐，娘，明姐走了。娘，不要送我去，娘。明姐，娘，走了。娘，不要送我去，娘。娘，我不去，娘。夫人，来了，坐吧。啊，国公夫人啊，我这次来啊，就是要跟您重新商定婚事的。这茶呀，闻着香，喝着却是寡淡无味的，怕不是被人偷梁换柱了吧？请夫人明鉴，定不是奴婢等人换的，怕是外人。哎呦，夫人，我这不是特意来跟您解释这桩误会的吗？误会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的那些好事。你们窦家怕是赖上我们济宁侯府了吧？一个算计不成，就让另一个来算计。告诉你，我们魏家可不是那么好骗的。哎呀，夫人，您消消气。哎呀，我来是为了告诉您啊，这窦昭啊，除了贤惠，而且家底颇丰，到时候您就有享不完的福了。您想想看，她的这些家产，一旦嫁过来，以后肯定都由您处置啊。至于昭姐的身体，假以时日，悉心调养，定会好起来的。再尝尝。日子我都算好了，10日之后便是良辰吉日。为人清誉，损人利己，天底下就你最聪明是不是？枉你还读过圣贤书，眼睛是长头顶上了，目中无人，不顾后果。事情是没闹大，若是闹大了，窦明还活得成吗？要是都顾这儿顾那儿的，委屈活该自个儿受着。
你若是愿意嫁魏廷瑜，我用得着做这些狗屁倒灶的事儿？我是不愿嫁，但我自有万全之策。本就差一剂药就成了的事儿，你非要横插一脚。你那些法子不是装病就是装死，称得上是万全之策？至少我没有为了自己的私欲去害旁人。你这样做，和当年的王应学有何区别？你拿我跟王应学比，我的法子是立竿见影。你如愿退亲，窦明跟魏廷瑜收些口舌算什么？要不是宋梦的螳螂尖横插一脚，他们还得感恩戴德，请我吃喜糖呢。我都是替你着想。多亏了宋墨，不然整个窦家都被你害了。口口声声说处处为我着想，你有考虑过我到底想要什么吗？你怎么想都是徒劳的。若日后你跟魏廷瑜真的成亲了，他们还会在你眼皮子底下做那种事，你信不信？放心吧，大夫说了，他马上就进疼库了。等他一死，小气一过，我就娶你。我不过是让树上的果子提前结了罢了。若魏廷瑜这朵烂桃花没斩干净，日后有你受的。我只是不愿看到你苦恼落泪罢了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但我都不想听。我渺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，更不想跟你这种算无一策乃至毁人轻易的人为伍。从此刻起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好啊，窦昭，若日后出了什么事，你别来找我。刚把五小姐接回来，一个没看住她就，哎呀，明儿，明儿，管好自己的嘴巴。谢天谢地，快去给小姐倒杯茶来。是，没事吧，明儿？女儿不孝，你让我死吧！不，傻孩子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值得你付出性命，更何况是那魏廷瑜。或许他真的不够好，可比之砒霜，不知甘意。我们约定终身时已经立过誓，若不能长相厮守，便九泉相见。不，不。宋墨，来西山的路有5、6条，你故意绕道，好让朕看到济宁侯府所属封地田地荒芜，百姓采剥树皮。你是冲着济宁侯府去的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如此滥用职权！改道之事，臣确有私心。可陛下今日所见，是景国公夫人为筹办济宁侯婚事，强征了那一片的年场。眼下佃农连村中的谷种都不剩了，这也是事实，并非臣捏造。皇亲国戚有喜事，便鱼肉百姓。此风助长，各地勋贵必会效仿，民愤更难化解。陛下明断，魏廷瑜仗着世袭岁禄，多年来无力寸功，反倒履行荒唐之事，实不堪匹配归仪榜首。你心里清楚，朕有意许你与景玉配婚，难道你想娶窦昭？他们2家3书6礼都已经行过，岂容你如此肆意妄为？你要跪，就在这跪着吧。窦昭受迫于长辈之命，几次退婚而未得，臣这一生想护想救之人几乎皆已失去。宋墨为这一桩心愿，无爱皇权，无害他人，只求心中牵挂之人能称心如意一遭。
届时花轿过桥，我便用它烧了花轿。你们到时候就把花轿往水里推，我便落水脱身。上面沾满了火石碎末，还得跳桥遇水，实在是个凶险的计策呀。四小姐，为什么不能找崔老太太相助呢？祖母年岁已高，还常年生病在身，我实在不想再让她为我担心了。当家的，前几日王映雪差了几位嬷嬷去置办了喜服和首饰。反正这婚是成不了了，她愿意演她的当家主母，就让她演吧。据消息说，王映雪找了手艺最好的师傅，多做了一套喜服，不是当家的尺寸。我朝开国以来，这女子唯有出嫁之时，才可戴着凤冠。娘一辈子没戴过，希望明日你戴上它，可以换来一生顺遂。娘，你真想让我提嫁？明儿，你是娘的肉，是娘的命，娘怎能看你死呢？娘，窦明嗓子有异，想必没少自残抵抗。正是因为轻生，王映雪才会这般束手无策。那正好，小姐也不用再铤而走险了。只是看小姐好像也不太开心的样子。我千方百计的想要退婚，她却千方百计的想要嫁给心上人，都是在为自己抗争。只是这济宁侯府内里败絮不堪，魏廷瑜又是不堪托付之人。如今的窦明未曾害过我，不能看着他跳火坑也不管。恭喜啊，恭喜！哎呀，回来！姐姐，这大礼要折腾一天，怕你饿着，我准备了点吃食。苏兰，你先出去。是。这是莲子百合羹，寓意着百年好合，幸福安乐。我也祝你幸福安乐，如意顺遂，找到一个如意郎君。明儿病没好，没能看见姐姐出嫁，可惜啊。不过七弟放心，哥哥我一定帮明儿也找一个好的夫婿。还以为有什么锦囊妙计，还不是乖乖上花轿。等等。
今后一定要好好的啊！走吧。金蝉脱壳，还是季公子聪明啊！就不知道某些人够不够聪明了。且慢！世子，今日是我大婚之日，你这是做甚？本螳螂，你别乱来！你知不知道，那不是窦昭，你知道你还拦着？也是刚知道，我就知道，她不可能嫁给魏廷玉。大喜之日，这是？听说他们几家早有婚期，是吗？怎么跑里边去了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那些结发为誓的夫妻，又有几对是真情？都是不得已的怨偶罢了。情人怨遥夜，今夕起相思。不堪盈手赠，还寝梦佳期。明儿，真的是你啊！太好了，老天怎么把你送过来了？这么要紧的羹，应该还有多的吧？再去盛一碗。姐姐，我没脸见你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洞明，婚嫁之事事关一生苦乐，你得三思。济宁侯府如龙潭虎穴，魏廷瑜并非良人。若你嫁了过去，可能一生都在为家府操持，你可能很快就会看透魏廷瑜的胆小懦弱，你可能会受很多委屈，甚至会夫妻离心。你都想过吗？你若现在改变主意，我还有能力转换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听母亲的，想做一个让她满意的女儿，可从来没有人关心敏儿在想什么，敏儿喜欢什么。魏公子，他是第一个真心欣赏我、懂我的人。我喜欢他，他并不是卑劣不堪之人，只是家中嫡姐打压，他也为我反抗过他嫡姐了。他已经向着我，努力着。我觉得人都是会改变的，我在变，侯爷也在变。他已经为我遣散了府中的通房了。有没有可能，人就是因为有了经历，才会变得更好？改变。这次，我不想再听别人的了，我只想跟随自己的心，走一次。若你已经决心想嫁，我成全你。
不行，你快点吧，一会儿人来了就来不及了。快，我拿着不敢，快，不要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打得太重了？是个实心眼的。对不起，姐姐。慢点。我这一生都对不住姐姐。若人的福报真有定数，我愿舍下的给姐姐。我打晕了姐姐，替她上了花轿，一日世人定要笑我自轻自贱，又背纲常。夫子，一月一番天下之大不韪，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。今日起，无论多少艰难险阻，我都会护着你，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不停翻着人，苦相劝，此心照若月，无半句虚言。我却已不经意寸步远斜，我风一生情一生随你愿，不怕相见这一面。不如让魏家认下这门亲事，反正寿姑本就该嫁过去的，多替明儿送些嫁妆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现在出了这种事，倒逼着我这个苦主大度了。你眼里还有没有窦家？住口！谁想过给寿姑一句交代？道昭，我娶你。甚至泛来牵我，若有心难解，为你涅槃一世，我也轻点起脚尖，吻上你眉眼，往后的心也都不必许言。披一身霜卷，与你在并肩，看万紫千红世间，潜心将去世的思念，累积到这一生兑现。不停翻着人，苦相劝，此心照